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着说，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热身。记得在20多年前，我刚开始训练的时候，那时是肯定不会做热身的。到健身房换完衣服，拉泡屎，然后迫不及待的开始和器械较劲，不会把时间放在这个看起来没用的事情上。像我以前一样不做热身的，请弹幕1。但是在10年前，我变了，把热身作为训练的必要环节。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我改变了训练安排？今天我就将热身的知识和大家分享。首先，让我改变的主要原因来自于热身可以提升训练时的力量表现。在以前，我一直认为热身会消耗我在训练时的能量，而那时每次训练我都做训练笔记，让我对每次训练的状态了如指掌。但是这也给我造成了很多心理压力，我忍受不了在训练中出现成绩下降的现实。例如，上次训练可以做8次的重量，这回只做了7次。我会认为力量下降意味着我丢失了肌肉，但是也是训练笔记让我感觉到，做了热身环节以后，肌肉的力量表现不会下降，而且在训练的强量组，肌肉就能更快的进入状态。后来随着训练知识的增加，我知道了其中的原因。现在我就分享给大家。第一，热身可以提升全身血流量，血流量提升核心温度。核心温度是指体内器官，例如心脏、肺、大脑的温度。在体内，核心温度通常维持在36.5到37.5之间。一旦核心温度升高，内脏器官激活，血液循环会更加流畅，能量和营养物质就能更有效地传输到肌肉和其他组织，例如调动神经系统，这样就可以提升力量性能。第二，热身可以增加局部肌肉的温度。这个局部肌肉指的就是你今天要训练的那部分肌肉。对于肌肉而言，温度上升可以减少肌肉和筋膜的粘连和摩擦。在前面的视频中，我聊过筋膜的问题，请不了解的老铁们去翻看。筋膜对肌肉收缩的影响可以通过温度改变，这样对于肌肉收缩，无论是力量方面还是速度和功能方面都有积极的影响，同时还有助于提高肌肉的灵活性和活动范围。第三，热身可以让局部肌肉的血管扩张。血管扩张的原因来自于内皮细胞，这些细胞形成一层干细胞膜，通过产生一氧化氮，释放内源性的收缩和舒张因子，以及剪切应力，从而影响血流量和血压。具体的内容，将来我在制作弹泵的视频中会详细介绍。回到热身的内容，扩张的血管让肌肉的收缩过程获得更多氧气和其他营养物质，加速代谢废物的排出，例如乳酸和二氧化碳，这样有更多的血液循环集中在目标肌肉中，防止局部肌肉的温度过高和疲劳问题。除了以上3点，热身还可以提高神经肌肉活性、氧气解离率以及新陈代谢率等等。但是很多人更认为热身可以防止运动损伤，在这一点上我持保留意见。请问各位，什么是造成运动损伤的主要原因？是身体在运动时的血流不够，还是局部肌肉的温度不够，还是目标肌肉的血管扩张不足？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，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运动关节错误的方向和方式。例如，当我们做深蹲时，如果你的膝盖没有朝着脚尖的方向弯曲，膝盖关节面就会出现因压力造成的磨损，轻则膝盖内部发生炎症，出现疼痛，重则关节面出现不可逆的破坏。所以运动损伤，尤其是来自于骨骼关节的问题，都是因为训练动作不正确造成的。虽然热身可以减少一些风险，但是如果你养成了错误的关节运动习惯，热不热身早晚会受伤。因此，不要再把热身环节作为防御受伤的关键步骤。当然，确实要承认的一点是，热身提高肌肉温度后，可以防御肌肉拉伤和撕裂。通过上面的内容，可以让我们了解到热身的正面作用。但是，热身毕竟会消耗能量，过度热身或者错误的热身动作安排，绝对会影响随后的训练。下面我就来说一下正确的热身技巧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你要进行的是健身范畴的无氧和有氧训练，那么热身包括2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使用有氧运动进行热身，内容比较简单，选择一个由多个大肌肉群参与的有氧训练就行，例如跑步或者椭圆机。有氧运动的强度控制到 50% 到 70% 最大储备心率。不了解最大储备心率的小伙伴，去看我关于有氧训练强度的视频。这部分热身的时间是整个训练时间的 10% 到 12%。例如，一次训练的时间是60分钟，那么热身的时间就是6至 7.2 分钟。第一部分热身可以增加全身血流量，增加核心温度。热身后会感觉全身血液循环和呼吸加快，体温升高。
第二部分是专项性热身，主要针对的是抗阻力训练或者说肌肉训练内容。热身的内容就是针对今天想要训练的目标肌肉，使用较轻的重量进行。使用的重量选择是 50% 到 60% ERM 的重量，做15次，做1至2组就可以。相信很多人都会在做正式训练前使用轻重量做热身训练。这部分热身可以增加肌肉的局部温度和血管扩张度。以上2个部分是针对健身人群的热身要求。当然，如果是专项运动，热身的安排会有所区别。将来我们有机会再说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可能我不说，有些小伙伴也会提出来，拉伸训练作为热身训练的内容，效果如何？我知道很多人会这样做，告诉你，这样安排会直接影响后续训练的力量表现。在柔韧性训练的视频中，我讲过，拉伸，尤其是静态拉伸，被拉伸的肌肉会在短期内降低肌肉力量，因此在热身环节不要做静态拉伸训练，这个内容应该安排在训练后进行。关于动态拉伸问题，将来我会单独制作视频讲解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热身是训练安排中必要的环节，它可以通过增加血流量，提升核心和局部肌肉的温度，促使身体在随后的训练中有更好的运动表现。热身虽然对防止运动损伤有些许的作用，但是预防的关键在于运动本身，尤其是骨骼和肌肉的运动方向和方式。正确的热身包括全身和局部2个部分。有氧运动是整体热身环节，而局部肌肉热身则根据当天的训练内容安排。热身要注意时间、强度、内容安排的科学性，不要将静态拉伸作为热身的内容。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